Hello， 大家好，我是催眠语，听我的故事睡不着，你来找我。今天我们来讲轮回转世，成为阿飘38载，如何再投胎的故事。我们常以为生命结束之后呢，下一生便会自然的投身为人。然而六道轮回的实相是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为复杂和残酷。这个人呢，他在1944年嘎于日军枪下，嘎后成为阿飘呢，活了38年，最终呢投胎转世。他就讲述了他在阿飘的时候饥饿状况，只能吃路边的草和村民祭祀时的一些贡品。他还讲述了说阿飘有阿飘德，不会偷吃生人的东西，而且他与妹妹在阿飘的空间还相聚了，两个人一起度过了艰难的阿飘生活。38年之后呢，他们走过奈何桥，当时的妹妹喝了孟婆汤，而杨氏门呢，嘎前因为喝过水，所以他就没有喝那个孟婆汤。而在投胎的时候呢，他们被要求从一个大屋子里面抱出一些头，你抱出的是什么头，你就会投胎为什么物种。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轮回转世的故事。首先让我们先听这个吴先生本人在采访之中亲口讲述了他当时穿越时空的轮回转世的那个真相。我们那时候死了以后，有时候很饿，也跑去抢东西吃。哦，抢东西吃啊。到哪去抢东西吃呢？到人家里去吗？是人家要上山去挂青的时候，是那个日子。挂青的时候。有时候也是在路旁人们带东西也吃那太饿了，那不行了。不，路旁有什么东西，你去草什么的也吃，野果、苹果或者橘子了什么的都吃，什么都吃啊。因为羊们他也看不到了。都看不到啊。那吃了以后那个，比如说那个橘子会烂掉吗？比如树上有一个橘子，你去用手摘下来吃吗？我们吃你们也看不到。看不到，你们怎么吃？比如说橘子，举个例子，你把这个橘子摘下来。没有摘，我们不会摘的。不需要摘。就是他们的贡品，或者他们拿下来的，那才有的吃。那树上没有我们的份。树上为什么不能吃呢？那也不知道。就不能去偷树上的东西吃。对。那庄稼什么的都不能吃，比如种的西瓜，别人不能去偷个西瓜吃吗？那肯定不行啊。就是不能偷就是了啊。你看那个瓜本身摆在那儿，西瓜在西瓜地里，就是不敢，还是说没有能力去办这个事儿啊？没有能力干不了也不愿意干那就说别人一般白天你不出来。白天不出来晚上出来的多。那白天都在哪里呢？白天我在阴暗的地方。阴暗的地方就房子后面什么的。也没有，是这样。我那上辈子我父母都是做医生。那这个就是回忆不起来叫什么寨子了寨子名称什么？没有，我回忆不起来了。回忆不起来了就知道以前很安乐的，跟我爸我妈那里。很安乐的我被日本人打，现在身上还有2颗痣。这里打一枪进去，后面出来。那这可以看一下你父母怎么死的？也是被日本进城来烧寨子，就我爸就挡了，就推我跟我妹出来，我们就跑了。之前宇哥也讲过，我们人体身上的那个胎记呢，就是我们前世受伤的地方。所以你看，主角现实身上有2颗痣，但是他说他前世呢，就是这2个痣的位置是被枪打过的。所以透过这段珍贵的录音呢，吴先生的这个讲述呢，大致就浮现在眼前了。现在呢，我们就把这个影片中没有提及的同样关键的细节呢，为大家补充完整。吴先生就声称他的前世叫杨氏门，是生于1944年的，嘎于日军的枪下。根据吴先生小时候讲的，他说他上辈子是广西桂林附近某个村子的人，他名叫杨氏门。在1944年呢，日军入侵贵阳的时候，把他所住的村子全部烧光。父母当时呢被日军杀害不久呢，妹妹杨氏梅呢被日军用石头砸中也嘎了。所以妹妹在咽气的时候呢，就对杨氏门发愿说：“哥哥但愿我们来生呢再做兄妹。”而吴先生回忆呢，当时他的父母都是医生，他大概当时18岁，全家生活安定，快乐富足，却所有的东西呢顷刻之间化为乌有。而且之前宇哥也讲过嘛，就是人嘎之前的那个最后的那个愿望是最重要的。所以你看，他妹妹就嘎之前发愿说：“我们来世再做兄妹。”之后呢，他们就真的又做了兄妹。
在埋葬了父母和妹妹之后呢，这个杨世门就与其他的村民逃到了山里的一处溶洞暂避。所以当时他就说国恨家仇呢，就激发了他立刻加入了抗日民兵。于是他就手持步枪呢，与这个日军英勇奋战。然而命运弄人嘛，有一天这个杨世门在一次战斗之中刚击毙了2个日军，还没来及高兴呢，不幸被日军的子弹击穿了左胸口，子弹在他的后背贯穿而出。没有想到的是，现世的这个吴先生的身上呢，就有被子弹贯穿而留下的那个胎记，前后都有。所以这就跟宇哥之前讲过的那个我们身上的胎记就是前世的伤口的这个事件呢，又印证对应上了。而杨世门中弹后呢，裂扣就倒地嘛，不巧的是他当时倒地的时候还刚好就撞进了一个水坑里面，他就呛了一口水，喝完了这口水呢，他说他的身体，他的那个灵呢就离开了他的身体。就这样呢，杨家4口都遇难了，他自己呢也捐躯了。此后呢，他就说他自己成为阿飘，他也发现了妹妹杨世梅的那个阿飘的身体，于是兄妹2人呢在这个灵界呢又团聚了。他说他们做阿飘的日子格外辛苦，因为没有人给他们2个祭祀烧纸，所以他们每天都非常的饥饿，没有钱花，没有东西吃，有时候饿了呢就吃路边的草。每逢清明节赶上村民祭扫的时候呢，一群群的那个阿飘呢就冲上去开始哄抢。然而阿飘也有阿飘德嘛，所以吴先生就说他们大多数宁可挨饿，也不会去偷吃别人的东西，更不敢去摘树上的果子或者是地里的庄稼，因为那就算偷。而阿飘呢也有阿飘的规矩，他们虽然是阿飘，但也必须遵守，仿佛呢就是他们那个世界有一种无形的那种秩序存在。就像之前宇哥讲过的，每个地区呢都有一个土地佬，那土地佬就掌管着该地区的所有的事情，而那个地界呢他们也出不去。就这样呢，杨世门兄妹做了将近38年的这个恶阿飘。38年之后呢，兄妹俩终于一起出发呢，走过了奈何桥。桥头的孟婆呢，照例每一个阿飘呢都喝一碗孟婆汤，据说喝了此汤呢，来生就无法记得前世的事了。妹妹呢就喝了一碗，而杨世门呢则以嘎前喝过水不渴为由呢，没有喝孟婆汤。这正是他今生能够记清前世记忆的一个关键。他们过桥之后呢，与很多其他的阿飘一起到了一个很大的屋子里，里面摆放着很多那种很大的头，男女老少动植物都有。众阿飘呢被要求进去一个一个抱出来，出来之后才发现，明明在里面看起来是人头的，有可能你抱出来之后它就不是人头，它有可能就是马头、牛头、猪头、狗头之类的动物头。所以这里就是根据不同人的这个前世的业力的积累呢，强调你今生的投胎的随机性。那爆出来什么样的头呢，你就必须得投什么样的物种。所以这个投胎呢，可不是说我们想投什么就投什么，它有着不可知的那种安排。而杨氏兄妹呢比较幸运，他们2个人都是抱着人头出来的。他还看到了一个白胡子老者呢，跟他们俩说了一句话。那个老者就说本来想安排你们2个人投胎到同一家做兄妹的，因为你妹妹嘎前呢发过这个愿，可是你现世的父母的家呢担不起你们2个，所以只好呢将你们俩分开投胎了。但是距离呢不远，你们就去吧。于是他俩呢就成功投胎了。这个吴先生还说他今生的这个大伯吴光纪呢是生于1951年。1982年3月呢，吴光纪在调动工作，从湖南省长沙第4勘探队转回本县通道的酒厂工作。他直接先回老家东江片区的孟龙村探亲。他返回的路线呢是先坐火车从长沙到桂林，再从桂林车站坐汽车到这个通道县城，然后再从通道县城坐车到老家孟龙村。根据这个吴先生所讲的，他说他们兄妹俩当时做阿飘的时候就是在这个桂林车站和今生的这个大伯吴光纪一起出发的。然后吴先生就说他的大伯吴光纪呢是坐在拉人的汽车里，而他和妹妹呢则是在汽车上方100米高空用脚踩一朵云一样的东西，同步跟着这个汽车在行走。而东江村与孟龙村相距1000米，同属于东江片区。而吴光纪的汽车呢先经过东江村，兄妹2个人就此分手。妹妹呢吴永燕自行去东江村投胎了，而哥哥呢就跟着这个汽车呢前往了1公里外的这个孟龙村，投进了今生父母家。按照吴光纪回家探亲的时间推算呢，他们各自应该在投胎的家里面等待了约1个月的时间，才同年同月同日同一时间出生。如此巧合更加说明整个投胎的过程明显是被安排好的一样。而吴先生的母亲就说生吴先生的时候很不顺利，自己差一点还难产，但是他长大之后才明白，在另一个空间安排他们投胎的那个长者所说的，他说你的父母负担不起2个人。
原来是他的父母的身体不足以支撑两个人同时出生，不然的话就会难产。就是说他现世母亲的身体呢，他的福报和缘分是不足以同时承受两个带着使命的灵魂出生的。而吴先生小的时候呢，因为他拥有前世的记忆，他没有喝孟婆汤嘛，所以他就四处寻找他前世妹妹的那个转世者。虽然他知道就在附近的村子，但是一直都没有找到。东江村和孟龙村的孩子呢，都是上同一所学校，东江晚小嘛。吴先生上学第一天回家呢，就格外兴奋，对妈妈吴玉冰就说呢：“今天我见到我前世的妹妹，她叫吴永燕，我们在一个班里。”目前尚不清楚吴先生在上小学的第一天凭什么就能够认出这个吴永燕就是他前世的妹妹。毕竟呢，两世长相都不相同嘛，而吴永燕却没有任何前世的记忆根据这个吴永燕来说呢，他说他和吴先生在同读小学期间呢，关系十分融洽，两人相互到对方家里还吃饭。吴先生对于前世呢，往往是触景有感而发，他也不怎么主动讲。他说他小的时候看见妈妈做那个糍粑，就是当地的一种糯米面团子，多用于祭祀嘛。他就跟妈妈说在桂林呢，糍粑呢有红的、黄的、绿的、白的，都装在那个大木桶里。我们家怎么只有一种颜色呢？而且他在小的时候呢，还讲过更多在桂林前世家庭里生活的细节。可是现在长大了呢，渐渐就忘记很多。而吴永燕呢，他说他妹妹小的时候学习成绩和吴先生类似，班上有40多名学生，他俩一直都名列前茅，常常是前5。但他们自己家里各自的兄妹呢，成绩都不如他俩。那吴先生虽然没有学过医，但是有很多次莫名其妙的就给人家治好了一些轻微的一个疾病。有一次呢，他在广西一个村庄的灶台上遇到了一个老人，那个老人头疼久治不愈，他随口就说了一句：“你用这个2种草药一起煎服。”老人就照办了，居然2天之后康复了。还有一次他在甘溪乡做这个装修，看见一个人的脸色不佳呢，他随口就说：“你可能是某个部位有问题。”对方去一查呢，果然如此。所以说他的这些偶然的这个医术呢，不知是从何而来。难道是因为他前世的父母都是中医，所以他知道吗？而现世吴先生已婚从事装修工作，有1子1女。而吴永燕呢，她的妹妹结婚较晚，但是嫁给了这个吴先生的族人。这样呢，他们100年之后都会葬在一个祖坟山头。不知道这样的安排是否就是这个灵界的那个使者对杨氏兄妹的遗愿的考量呢？而我们修行之人都知道嘛，6道轮回曾经都警示珍惜身边人，精进修行。6道轮回的事情是很复杂的，因为我们都是凡夫俗子嘛，都没有什么天眼通、宿命通，所以我们大家一般人都看不到。但是这些事情往往都很像是吴先生这样有前世记忆的再生人所讲述的一样，所以宇哥个人是很相信。而这些故事主要都是让大家知道6道轮回有可能是存在的，而大部分呢不好的人呢都是直接下了地狱的。所以说嘎了以后呢，不是说你下一世还是可以变成人的。就像吴先生他们在阿飘界里面被折磨了几十年，所以他们兄妹俩已经算是幸运了。所以要试想一下，我们历代的祖先有多少可能都在这个阿飘道或者是地狱道里在受苦的。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呢，我们很多学佛的很多相信这些的家人都要给祖先立牌位，逢年过节超度。其意念呢，就是要使得我们祖先或者是家人呢，真正的脱离苦海，离苦得乐。吴先生的故事不仅是一个关于前世记忆的奇迹，更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了6道轮回的显现，以及我们作为人生所应当具备的那种觉悟和精进。所以大家觉得呢？好了，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别忘了订阅关注宇哥的频道看后续更多精彩内容哦。